Olá, hoje eu trouxe cortes especiais da entrevista de Lu Yunxi e Zhang Ruonan sobre O Amor é uma Panaceia, um drama que fala sobre amor, cura e coragem diante da doença de Huntington. Já se inscreve no canal e vem sentir essa história com a gente.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顾云峥。互访环节，罗云熙提问：苏维安从自暴自弃到拒绝躺平，最后追求自己的信念，做出一番事业。生活中你有没有类似感同身受的经历呢？第二个，对于顾云峥谈恋爱依然不改严师模式的直男行为，有想控诉的地方吗？第三题，剧里苏维安有3种身份：医学生、鼓手、法语翻译。能互换的话，你最想体验的是鼓手。鼓手。对，如果让你成为罗云熙的老师，你觉得你能教他什么技能？打鼓。好，跟着学起来。张若楠后面会加什么关键词？有点进去想看的冲突？因为苏完，他就到后面他会，发病。之前也有饰演过医生和科研工作者，这一次在表演上有特别设计一些细节，跟以往的角色区别开吗？因为以往饰演过一次医生的这个职业，还饰演过一次法医的职业。其实当初的那个医生哈，他更多的就是与患者打交道。顾云峥更多的是有在医生面对患者的背后参加科研的这个过程，以及整个科研团队的一些合作和配合，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会有一些对于科研的这个演讲发表，他会必须要通过他自己的台词，他自己的一些表述，讲出很多他们科研的一些研究成果。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还是算是比较新的一次尝试和体验吧。原著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他要的不是得过且过的欢喜，而是能够风雨同担的相守。你怎么看待顾云峥的恋爱观呢？他非常的执着，他从最开始可能有这种欢喜冤家的感觉，然后到最后他知道苏维安其实非常热爱医学，只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一直在逃避，所以他想借助自己的这个真诚去感动苏维安，让他不要再逃避了，我们一起去共同面对问题。到最后2个人一起去把这个问题给攻克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治愈的爱情，我觉得很美好。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前期的这个身份是有互换的这种阶段在的。比如说刚刚开始，苏维安其实是有很多事情，需要顾云峥的帮助，然后到后期，他不想让顾云峥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病，有亨廷顿舞蹈症，然后从而去逃避，然后到顾云峥反追苏维安。其实我觉得他的套路就是真诚吧，没有什么套路，就是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有这个事情，但是呢，你不要害怕，我也告诉你了，你这个问题既然有了，那咱就不要逃避，咱就一起去面对。我觉得这种真诚打动了苏维安吧。那其实我觉得现实中跟孩子打交道，我还是有一套的，那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大人，你要把你自己当成和他一样的小孩。你这样子就能和他打成一块。但是如果作为家长的话，那就不行了。如果管自己的孩子的话，那就一定还是要树立威严。罗云熙、张若楠治愈系恋人。这部剧是聚焦舞蹈症，一个比较罕见的题材，在筹备阶段都做了哪些功课呢？像亨廷顿舞蹈症这种罕见病，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症，他们其实最直击人心的，我认为并不是他们的一些症状，而是对于患者家属他们造成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我们查阅一些资料、一些视频片段，然后我们可能就大概知道他们的一种发病的状态是什么样了。但是你如果要真正的了解这种病症对患者、对家属所造成的这种生活上的、心理上的这种影响，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这次饰演的角色跟你们自己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吗？顾云峥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就是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感情观上，都是要求一个对等、势均力敌这样子一个状态的人。我觉得其实这个和我还蛮像的，就是不管我作为生活中的罗云熙也好，工作中的罗云熙也好，我都是希望
有一种非常旗鼓相当，或者说是并驾齐驱这种感觉的人去交往。然后我觉得这个和顾云琛还蛮像的。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整部剧它的整个年龄跨度还蛮大的，可能到后期顾云琛都50多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剧本上还会把顾云琛写得非常的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像顾云琛这种老顽童，我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能就在生活当中会更稳重、更成熟一些。用一个词来形容两位老师的同框画面会怎么样形容？同框的画面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甜美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让大家看到这两个人同框就想看剧的感觉。就是不管我作为生活中的罗云熙也好，工作中的罗云熙也好，我都是希望有一种非常旗鼓相当，或者说是并驾齐驱这种感觉的人去交往。挺帅的，对。同框的画面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甜美啊，让大家看到这两个人同框就想看剧的感觉。优酷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顾云琛。那我旁边这位呢，是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的女朋友苏维安，大家一定要严厉的对待她哦。Hello，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若楠，在剧中饰演的是苏维安。这位是我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顾云琛，请大家多多关照。罗云熙、张若楠治愈系恋人。这部剧是聚焦舞蹈症一个比较罕见的题材，在筹备阶段都做了哪些功课呢？因为那个亨廷顿舞蹈症是个罕见病症嘛，然后其实包括苏维安后面会犯病之类的，还是要去看一些类似于纪录片也好，还是网上查阅一些资料，去看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真正发病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你其实越了解这个病症，你越会发现，不仅是病人也好，其实他们的家人也是有很大的困扰，其实他们内心的一个承受力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因为他们也很辛苦。像亨廷顿舞蹈症这种罕见病，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症，他们其实最直击人心的，我认为并不是他们的一些症状，而是对于患者家属他们造成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我们查阅一些资料、一些视频片段，然后我们可能就大概知道他们一种发病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如果要真正的了解这种病症对患者、对家属所造成的这种生活上的、心理上的这种影响，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这次饰演的角色跟你们自己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吗？顾云琛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就是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感情观上，都是要求一个对等、势均力敌这样子一个状态的人。我觉得其实这个和我还蛮像的，就是不管我作为生活中的罗云熙也好，工作中的罗云熙也好，我都是希望有一种非常旗鼓相当，或者说是并驾齐驱这种感觉的人去交往。然后我觉得这个和顾云琛还蛮像的。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整部剧它的整个年龄跨度还蛮大的，可能到后期顾云琛都50多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剧本上还会把顾云琛写得非常的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像顾云琛这种老顽童，我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能就在生活当中会更稳重、更成熟一些。我觉得我跟苏安不一样的点，其实没有说有特别，我们都挺勇敢的，反正。然后苏安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逃避，反正也是一阵一阵的。然后像的地方的话，我们都很爱乐器，他很喜欢打鼓，那我是很喜欢键盘。拍完这部戏后，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一些新的隐藏技能？隐藏技能啊，我觉得背词儿背得更快了。打鼓，对，他因为苏安要学会打鼓嘛，挺帅的，对。用一个词来形容两位老师的同框画面会怎么样形容？同框的画面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甜美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让大家看到这两个人同框就想看剧的感觉。
顾云峥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感情观上，都是要求一个对等、势均力敌这样子一个状态的人。我觉得其实这个和我还蛮像的。生活中的罗云熙也好，工作中的罗云熙也好，我都是希望有一种非常旗鼓相当，或者说是并驾齐驱这种感觉的人去交往。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整部剧它的整个年龄跨度还蛮大的，可能到后期顾云峥都50多了，剧本上还会把顾云峥写得非常的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像顾云峥这种老顽童，可能就在生活当中会更稳重、更成熟一些。